嘿，大家好，我是尼可拉，想让大家周末快乐。上期我们讲到，3000年前，释迦族为了逃避琉璃王的追杀，翻越喜马拉雅山脉，穿过西藏，到达四川的三星堆。有人问，当时释迦族为什么不留在青藏高原上放野牧歌，驰骋天际？根据千年古籍记载，上古以来，西藏被称为神魔之地，因为那里出现过异形。青藏高原，神话的世界，平均海拔4500米。在古代，西藏被称为吐蕃，吐蕃管辖的一个地方叫做沙洲，就是今天的敦煌。1900年6月2日，敦煌有一个道士叫做王元禄。那天，他突然发现敦煌石窟中的墙壁有回响，于是他就砸开墙壁，发现这里竟然藏着一个密室。里面藏着丝绢、经书、木雕、古画等等，一共6万多件。之后，他用500两白银的价格，将其中将近7000件经书和古画卖给了法国探险家 Pilot。其中有一本藏文经文，编号 PT1286，现收藏于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被称为《古西藏编年史》，其中就记载了古西藏的秘密。在地球上古时期的某一天，有12位牧民在西藏的雪山山脚下放牧。突然，他们发现，在草原上出现了一个年轻的男子，身材巨大，面如天神。他们就赶紧跑过去就问：“啊，你是从哪里来的？”这个人就手指指天，说道：“我是神之子，你们的王。”之后，这12个人就做了一把大轿子，把这个神之子抬了回去，让他做吐蕃的第一个王，名为聂赤赞普。意思是红色脖子王。他的第一个王宫建在西藏雍布拉康。从此以后，吐蕃的王就被称为赞普。大家比较熟悉的松赞干布就是吐蕃第32代赞普，神之子第32代孙。赞普参普，全称神圣赞普，汉译为藏王。这个词隐藏着一个远古世界的终极秘密，非常惊悚，我会在后面给大家详细讲。而发现赞普的12位牧民就成为本教的开创者，被称为12智本。聂赤赞普在青藏高原成为人类的第一个王之后唰的一下又下来一个大法师，叫做 Shinrab Miwok， 简称辛饶米沃。辛饶米沃从天上乘坐龙来到吐蕃，成为藏王聂赤赞普的人间顾问。根据藏文家言宝库中记载，辛饶米沃大约出生于16000年俄摩龙人国，可能是传说中的西方极乐世界。当时宇宙中有一则预言，说道：辛饶米沃啊，当时机来临，在雪域西藏有一个名叫拉日降托的地方，你要与7赤之王中的第一个平等地支持国王和僧侣，传播密教教义。意思是有神告诉辛饶米沃，你要去西藏辅佐7赤中的第一个，传播神的秘密。7赤之王的第一个就是指的第一个藏王聂赤赞普。后来他生了6个儿子，合起来称为7赤。7赤这是什么意思？7个红色的王，难道他们不是人类？最近我发现群里面有很多人都在研究如何修仙渡劫，羽化成仙。地球已经满足不了你们了。所以很多朋友都给我留言说让我讲一下红化之法。世界上第一批练成红化之法的人，他们就是7赤之王。红化是藏传秘法中一种非常罕见的现象，就是得道高僧在将要圆寂的那一刻，突然既生虚空，入火光定，身出烟焰，而入寂灭。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得道高僧全身突然飞到天空之中，出现彩虹般的火光，覆盖全身，非常耀眼，而且周围会出现一种奇怪的声响，被称作妙音，光阴天人发出的声音。这时候大家抬头一看，天空中飘来7色彩云。这时候高僧在天空中漂浮，他的胸口渐渐地出现金光，逐渐扩大。他穿的衣服也开始着火冒烟，然后轰的一声，地动山摇，仿佛整座雪山都在颤抖。这时候一道炫光非常亮，高僧身体变成彩虹，唰的一下飞入清净刹土，
什么都没有留下。听起来好像得道高僧通过藏传秘法将肉身送入四维空间之中。根据汉藏史籍和古西藏编年史的记载，西藏最早的红化就出现在聂赤赞普和他的6个儿子身上。书中写道，当聂赤赞普的6个儿子长到可以套马的时候，聂赤赞普就说了一句是时候了。然后就在一天晚上，他拿出一条光绳，刷了一下，从夜空中召唤出一道金光，仿佛是天空中的梯子。这时候他和他的儿子就进入光中，他们的身体就开始融化，发出彩虹色的光芒。一阵巨响之后，光中的7个赞普就消失在夜空之中。那束把吐蕃赞普送走的光被称作潘天光梯。后来藏王的大法师辛饶米沃，他总结了聂赤赞普留下来的红发秘法和其他的法术，再加上各种教义结合在一起，就被称作本教。本藏语念作 Bom， 来源于印度语的 Banu， 意思是光。本教有一个特色，就是用秘传的咒语和法术来召唤亡灵、祭祀、除魔、占星占卜等等，有很多神秘的仪式，其中就包括双修成仙。双修之后，整个人就变成超人了。根据家言宝库中记载，教主辛饶米沃给藏王们传送了本教秘术之后，藏王就和另外一个女伴去了传说中的象雄古国，在冈底寺山中修炼大法。当他们达到大彻大悟之后，赞普就可以化作万物，变成一条龙或者是一只鹰，在天空中翱翔。他们还可以使用光来捆绑恶魔，也可以用法术来命令恶魔侍奉他们，甚至可以隔空取物，让巨石像小石头一样在天空中漂浮。有一个叫做提米体格的赞普，在修炼之后达到了至高境界。当时古西藏有很多部落，其中色带、塔米古格等等5支部落，一共16000人的大军想要打他们，集结包围了象雄古国。提米体格赞普就坐在城楼上这么打坐，然后他就开始慢慢进入冥想状态，入定。这时候他的魂和肉体就开始分离，然后突然发出了超声波，城下16000人的军队顿时耳晕目眩，全都昏倒在地。之后提米体格赞普就战胜了联合大军。本教秘术修炼到至高境界之后，人类的身体会变成像天空一样透明，一种这种半透明的状态，好像物质将要进入虚空之中。然后寿命可以达到200岁以上，最后就是红化，或者是乘坐一条青龙消失在天空之中。量子本教太神秘了，不过团长建议不要修炼这些法术，因为根据藏语古经记载，要修炼这些秘术，首先你要是赞普的远古血脉，即使没有血脉，也得会藏语，研究伏藏秘传，获得与天人沟通的技能，和天人提前打好招呼，之后才会有红光产生。去过西藏的朋友可能会发现一个奇怪的事情，就是去西藏的大街上或者是寺庙里，经常会看到一些诡异的画像和雕像，红色、黑色、蓝色都有，它们都有很多共同点，就是里面的神面目狰狞，而且他们会把人类的头颅穿成项链戴起来。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头顶上都会出现第3只眼睛。大家去西藏参观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赶上西藏傩舞表演。我们以前在破解三星堆中讲过，住在三星堆旁边的羌族也会跳傩舞，西藏也有傩舞，他们都是一起的。在西藏傩舞中，僧人会戴上长着3只眼睛的恐怖面具，跳着神秘的舞蹈。这些从史前流传下来的舞蹈和面具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要问当地密宗僧人的话，他们会告诉你，这是佛教中的保护神，他们凶神恶煞的样子叫做愤怒本尊，这都是佛祖的智慧。因为这个世界里有很多非常厉害的恶鬼，必须要用愤怒金刚的样子吓住他们，才能把他们降服。但如果你问为什么他们降服魔鬼要把人类的头挂在自己的身上，他们就会说这是人类堕落的结果，佛祖要惩罚这些下地狱的人类，巴拉巴拉的。密宗的这个回答非常诡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逻辑错误，就是要降服凶恶的魔鬼，就必须变成一只凶恶的魔鬼。
目的是要用这个凶神恶煞的样子去恐吓那些凶神恶煞的魔鬼。大家有没有听懂？这就好比魔鬼照镜子要自己吓自己的样子。这里面最惨的就是人类被他们挂在身上。宗教学里有一句话，就是如果你只懂一种宗教，那你对宗教就是一无所知。这个逻辑漏洞，圣经中耶稣解释过。在马太福音中记载，耶稣用奇迹驱魔和治病之后，就有喷子出现，说他靠着鬼王赶鬼，用撒旦降服撒旦。耶稣听了这话就说，撒旦怎能赶逐撒旦呢？一国若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如果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不但站立不住，而且还要灭亡。意思是不可能用魔鬼去降服魔鬼的，大家都这么丑，怎么可以吓到对方呢？所以这些怒目金刚、佛祖护法之类的，你们要好好想一想它的真实意思。藏传密宗不会告诉你真正的原因，关键在于一个字：密。本教的镇魔咒语、双修大法等等秘术，都是一代一代秘密的传下去的。这些秘密一直传到了33任赞普宋簪干布。那时候中原是唐朝，宋簪干布继位后发现，本教的这些大法师好像有些不太对劲，有阴谋。于是他就下决心引进佛教，把这些大法师赶出皇宫。本教僧侣于是改头换面，就皈依了佛门。他们又把本教的秘密和佛教结合，就产生了吐蕃密宗。密宗为了保存秘密，就出现了一个神秘的现象，叫做伏藏，藏语念作 Dharma， 这就是梵语的达玛达摩，意思是法，宇宙的秩序。他们要把宇宙的秘密藏起来。藏传佛教祖师爷印度人莲花生在8世纪的时候来到西藏，预言藏传佛教将要灭亡，必须把秘密都藏起来，留给后世发现。所以当时的僧侣就把很多的秘密经文和法器藏在西藏的神山峭壁或者是寺庙的深处。另外还有一种伏藏叫做意识伏藏，就是把这个世代的背诵的经文用某种秘法保存在人类的 DNA 里，等到后世子孙出生的时候，可以从他们的 DNA 里提取记忆。这个不是传说，是真的。在西藏有个著名的史诗叫做《格萨尔王》，一共60万行，是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3倍长，超过500万字。这些史诗一开始都没有文字，全都是西藏说唱艺人背下来的。他们有的是自学的，有的是口传的。其中最顶级的说唱艺人叫做巴中，意思是神兽、神教的。这些说唱艺人一般都是家境贫寒的牧民、文盲，突然有一天就开始连续做梦，然后就得了一场大病，昏迷不醒好几天。等到他们醒来的时候，开口就是咔咔的唱格萨尔王，一唱就是7天7夜不停的。现在记载了42部共700万字的格萨尔王史诗。好像是疾病把他们的大脑打开了储藏在古代的秘密。这种事情在其他的国家也发生过。2015年，有个澳大利亚人叫做本·麦克马洪，21岁的时候，他在一场车祸中陷入昏迷，之后醒来就直接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当时医院里只有一个华裔护士可以听懂他的话。最后，这个人去了电视台当中文主持人了。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美男私房菜节目。团长也是一闭眼就是远古的秘密。难道我前世是个大法师？所以藏传佛教里全都是秘密，这些凶神恶煞、金刚护法，他们不会告诉你真正的秘密的，但是我会。开头我们讲到古西藏的第一个王叫做聂赤赞普，他有6个儿子，叫做木赤赞普、丁赤赞普、索赤赞普等等，他们每一个名字里都有一个赤。他们7个人被称作天赤7王，天上下来的红色7个王。等等，为什么是红色？难道他们的皮肤是红色？他们不是人类。赞普、参普这个词汉地翻译为藏王，但是这个词在藏语里的意思是凶神。赞的意思就是凶恶的意思，所以藏传佛教寺庙里的金刚护法都被称为赞神。古西藏的天赤7王实际的意思就是天上下来了7个红色凶神。西藏傩舞跳的就是远古人类回忆天赤7王降落地球的故事。
这天池七王，他们不是人类。根据藏文五部遗教中记载，此后由神于阎魔语统治，西藏虽称神魔之域。西藏是神魔的领地，地球人不要去。藏文王者遗教中记载，那时候西藏出现了下僧东马坚，意思是赤面食肉者。敦煌文献中记载，西藏在上古时期出现食肉种，只吃肉的种族，他们的国被称作者面国、赤面域。本教史法源中写道，直吞群人，食人畜血肉，面色红变。唐代诗人白居易也写道，原知庄书君既起，击追面者非华风。意思是你画的都是什么妆，头发高高竖起，脸上涂的那么红，这不是华夏之风。啮赤赞普天池七子，他们会不会是原始人类的食人族？并不是，他们是上古地球另外一种非人类种族异形。宋赞干布也发现了这个惊天秘密，于是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宋赞干布遗训》，又叫做《柱间史》。柱间史的意思就是柱子中间的历史，因为这个秘密在唐朝那个时代也是非常的惊悚，绝对不能随便给别人看，所以宋赞干布把他们都记录了下来，做成符藏，藏在了西藏大昭寺的宝瓶柱顶端的槽中。寺庙高僧阿底峡尊者在他67岁的时候做梦，得到观音菩萨的指示，爬上去发现的。柱间史记录了啮赤赞普的身世，写道啮赤赞普是光阴天人的后代和人类人猿的混血。光阴天人就是和天使一样会发光的生命，类人猿在书中叫做猕猴。光阴天人降落到地球之后，由于贪婪和腐败，就逐渐失去了光芒，形成肉身，变成了第一代人类众生。新来的朋友先看这一集，世尊释迦牟尼详细讲了这个秘密。众生又和地球上的类人猿结合，生出了啮赤赞普，赤色凶神。柱间史还详细记载了啮赤赞普的模样，他的下眼皮能盖住上眼皮，眉如翠带，齿若裂背，指尖有蹼。意思是眼睛非常大，他眨眼的时候不是上下眼皮合起来这么一直眨，而是下眼皮从下往上翻，这样眨。他的眉毛是青黑色，齿若裂背，牙齿是圆柱形，好像海螺贝壳一样尖尖的。关键是指尖有蹼，手指之间有皮膜，和鸭脚一样。听起来啮赤赞普好像就是从水里出来的蜥蜴人。后来古西藏的赞神越来越多，他们都住在西藏阿里的北部。古时候那里曾是一片沼泽，经中记载，那时候的西藏阿里和《西游记》里的狮驼岭是一样的，骷髅若岭，骸骨如林。有一个叫做乌玛宝的赞神首领，手下有1万名未被驯服的赞神，还有无数夜叉。服侍乌玛宝的是500名萨满巫师，他们都戴着黑色的法帽，手持头骨做的灯盏，他们一起念着古西藏咒语：你夜叉乌玛宝，一位住在火山中的赞神之王，请张开血红的双眼，恐怖的大嘴，和半神一道冲向恶敌，用尖锐的牙齿咬碎敌人的躯体，吞入你如同罗刹魔洞的胃中。太可怕了，《西游记》可能都是真的。所以藏文古籍中写的这些事情，和基督教圣经《创世纪》以及死海古卷中以诺书中讲的都是一样的，就是有一种新型的混血生物出现在地球上，身体巨大，他们以人类为食。后来神发动大洪水，目的就是灭了他们。青藏高原太高了，平均海拔4500米，这些神秘的恐怖巨人为了躲避大洪水，就来到了古西藏青藏高原上。所以藏语经文中写道，这些赞神都是突然出现的，以前都是没有的。除了西藏，赞神在全球都出现过，古希腊和南美的玛雅帝国都有记载。大家看一下这个雕像，古玛雅的雨神 Shak， 他和赞神一样青面獠牙，也有3只眼睛。
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天启》？里面的玛雅祭司和国王为了求雨，就把无数的玛雅人都献祭给 Shark， 非常惊悚。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节，我在这里面详细讲述了西班牙征服者在南美洲发现的诡异事情。有人会说啊，尼克拉斯杨又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啊，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3只眼睛的生物？的确有啊，它们就是蜥蜴。大家看，鬣蜥的头顶上都会长出第3只眼睛，叫做颅顶眼。这只眼睛不会转动，但是它的神经和大脑的松果体相连，可以感知紫外光、热能，甚至是磁场。它们用这只眼睛可以看到人类看不到东西，就像二郎神一样。等等，难道宋赞干布记载的筑间记都是真的？最后，古西藏的赞神们都去了哪里？喜马拉雅山底下有没有他们的洞穴？宋赞干布还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700万字的格萨尔王究竟写了什么？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好了，今天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下期再见。Hello， 团长突然想到了一个事情啊，就是耶稣、阿拉、佛祖排名不分先后，大家都可以拜，随意，主要看自己对宗教的理解。但是千万不要去拜一些奇奇怪怪的神，一定要看透本质。各位优秀天台，如果觉得我的节目很有意思，可以点击频道下面的这个心形按钮，请团长喝一杯冰美式，让团长充满能量，接收到更多宇宙信号。也可以点赞转发，帮助团长。不要忘了加我的 LINE 和群组，告诉我你想听的故事。